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近期我收到了一些逆天的评价，就说到新的第12代骑兵野战统帅在野战的表现可能会不好这样子的评价。事情的起因就是有玩家发现到新的骑兵统帅伊凡四世，他的 AoE 范围其实很小而已。怎样说小呢？你们可以注意看这边两边都是 AoE 闪星范围的骑兵统帅，但是你可以明显看到伊凡四世他的镜头是比较靠近一点的，然后佩拉约他的镜头是比较远一点的。然后当他们两个同时释放技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佩拉约他的 AoE 是已经超过了敌方的部队后面一点点的，也是一样闪星范围，但是比较大一点。但是来到了伊凡四世，他镜头比较近之外，他的 AoE 范围释放出去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是刚好卡在自己的敌人后面这个位置，就是他那个距离不会打得特别远。相反的，以往传统的 AoE 闪星范围统帅的范围呢，是会比较远一点的。而且伊凡四世他厉害的地方，除了他的三维提升比较高，他的伤害比较高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他这个乘数叠加起来，最多可以提升到15%。因为我感觉到有很多人的重点都是一直往他的主动技能这边去想，他可以触发到什么提升啊，有什么 buff 之类的，但是他的重点还是在于他的第3技能，只要他能够叠上去，他造成的伤害就会提升5%一层。那我在之前的影片跟大家讲过，其实他要提升上去是很简单的，基本上他在第一个回合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提升到10%，至少如果运气好的情况下是真的可以提升到55%，就变成说你这个统帅的搭配组合在第2个回合打出去的伤害就是比人家更多了，甚至都不用第2个回合，只要在第1个回合你的主将释放了连击伤害，在一个回合里面打出多次的基础攻击，轮到这个统帅释放自己的主动技能的时候，伤害都是已经有提升了的。那么这边我准备了之前我打 KVK 的实战画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他那个 AoE 是不是比较难接触到敌人。因为我这边所带的统帅呢，大部分都是有 AoE 的，那我们看他们触发的时候打出去究竟会不会碰到敌人。那其实可以看到我 AoE 打出去的时候是可以覆盖到敌人的啦，就算敌人他再往后一点呢，可能在这个位置呢，只要他那个点他的中心是有触碰到这个 AoE 范围的里面呢，其实还是会打到的。那你们可以看到，就连有一个统帅他的闪星范围是比较短一点的，在这一层的里面依旧还是可以打到眼前的敌人。所以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太担心说他的 AoE 比较短一点会不会没有办法碰到敌人的问题发生，可能再短一点，大概在这个位置也好啦，其实还是一样有覆盖到你的敌人的，只要你的敌人跑在这个位置。像你们可以看到我触碰敌人的位置呢，是已经在我的队伍前面，中间是有一个空洞啦，但是其实距离并没有到非常远，还是可以打到的。而且更别说我们在实战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是每个统帅都是会在一个点上，可能有一些比较靠前，有一些比较靠后，其实还是可以打到的。只是不过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假设说你的伊凡四世刚好是在后面的位置，然后他触发了自己的 AoE， 或许没有办法覆盖到所有的敌人可能会打的比较少，但是不代表说他在实战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 AoE 给丢出去，或者是完全打不到敌人的情况发生。比方说像这里又出现一个很好的例子了，亚瑟他是丢出了技能，但是可以看到是比较短一点点的，因为还有一个更长的闪星范围同时间出现了，但是亚瑟其实还是可以扫到前面往前踏一步的敌人，所以这边其实不造成问题啦，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太担心。而且老实说，就算他的 AoE 能打到敌人又怎么样，他最多也只能打到3支敌方部队而已。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有玩家问到能不能够把伊凡四世只是提升5511即可，就是不要把他的第3跟第4技能升满。那么我是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是拉扯非常糟糕的情况，你只是想要把伊凡四世当成是一个 buff 的提升基础的防御攻击生命而已的话，其实是可以不用开后面那2个技能啦。因为我相信多数情况下有很多玩家拉扯都是没有办法释放自己的主动技能，或者是
是只是光靠主将打出主动技能，然后部队就拉走，或者是怒气断掉了。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5511的，就算他能够打出自己的主动技能呢，还是一个2800的伤害嘛。那我是觉得第3技能有必要提升呢，主要是想要拿到他这个每多一层就会提升5%的伤害。我是觉得说可以5551啦，还不至于说5511。但如果你是用于峡谷、日落峡谷、失落峡谷的话，其实还是把它给觉醒，表现会更加好，因为它可以站着跟对方打，它叠层的速度还有层数会更加多。但是5511的实战表现呢，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因为它还有一个生命值提升30%是在第4技能，如果你不升上去的话，你就只有个10%的生命值提升而已，也就等于说可能你拿到的重伤比会比较多一点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有能力的情况下呢，是直接把它给觉醒是最好的。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么多的镜头，暂时卡着技能是可以使用的。那说完伊凡逝世之后，接下来另外一个威廉马歇尔，反而比较多人看好他在野战的表现，就因为他有圆形 AOE， 因为他这个圆形 AOE 范围又比起伊凡逝世大，又可以打3个目标，但是3个目标照理来说是比较少了啦，正常来讲5个目标会比较好一点，但重点是它的成本很低呀，你只是需要用到它前面2个技能而已，后面的技能你根本都不需要去烦。那么严格来讲也是可以用的，就是它那个分段式的伤害呢，我比较不满意而已啊。你要变成3秒才可以把它的所有2700或者是2800的伤害都打出去。那除非你是真的能够确保你自己的怒气是可以完全的释放的完，然后你不会太频繁的去拉扯的话，实际上来讲是 OK 的。那像它这边又有攻击力提升35%，行军速度又比较多一点，比起刚刚的伊凡逝世还要多一个5%。但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的防御力跟生命值没有办法用到。像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像亚瑟跟阿卡琉斯呢，其实他们的伤害输出是已经足够了，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太多的坦度，他的生命值跟防御力都比较偏低了。像亚瑟这边就只有一个20%的生命值提升，阿卡琉斯更加惨，只有10%的提升。只是阿卡琉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很多伤害减免啦，所以我才会说为什么这一次伊凡逝世的出现呢，可以让你的亚瑟在战场上存活的更加久。当然的，当这位统帅威廉马歇尔出现的时候，我应该也是会弄5511拿去实际战场测试啦，看表现怎么样。这为什么我觉得威廉马歇尔在实际战场表现会可能没有这么好的原因，就是因为之前我就是试过用大卫去野战了，那也是一样，他的伤害是有2800，甚至他是没有分段式的，并且他的防御力有提升35%，而且还可以提升连击伤害20%，但实际你用于他野战出来的表现呢，是有点差强人意的，毕竟他的主要定位还是在驻防嘛。不过如果你是纯骑兵的玩家来说呢，其实对于这个新的威廉马歇尔带出去野战要低成本使用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我是觉得说之后骑兵玩家呢，可能可以弄到4队或者是5队的连击伤害搭配了，因为像有很多人都已经把霍去病真的给换下来了，那刚好霍去病他之前的伤害就是2700嘛，而且是没有 AOE， 虽然他的爆发比较高啦，但是单体统帅呢就是会有缺点。尽管霍去病其他的提升都是很强啦，3线阵会推出 2.0 嘛，所以之后对于3线阵连击伤害的统帅来说，应该还是会有加强的。现在有很多玩家就算他们使用楔形阵的骑兵也好，他们也不舍得转换去 2.0。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总的来说呢，我还是很看好新的骑兵统帅的。伊凡逝世在野战的表现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各位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并且觉醒，而且有很大可能伊凡逝世可以用至少2代以上的骑兵组合搭配里面。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你们是比较看好伊凡逝世呢，还是觉得说大家对于他这个 AOE 的问题有一点过于杞人忧天呢？还有就是威廉马歇尔，你会不会特意弄到5511把他给带出去野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